猪真的比狗聪明吗？你知道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是什么吗？你以为人类真的是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生物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一度认为地球上智商最高的动物就是人类了。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发现个别动物的智商以及能力在某些方面可能已经超越了人类。比如人类虽然可以通过技术去创造声呐来跟踪敌方的潜艇，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海豚天生就有这项能力。许多动物的惊人能力其实远超我们的意料之外。那么除了人类之外，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究竟都有谁？通过本期视频，您将会了解到地球上最聪明的7种动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7位，非洲灰鹦鹉。非洲灰鹦鹉也叫刚果灰鹦鹉，它分布于非洲中部。这种鹦鹉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鹦鹉之一，它也是已知的几种可以和人类实现真正交谈的动物之一。注意，是可以交谈，并不单纯的只是模仿人类的语言。据人们研究发现，这种鹦鹉能够记住上百个单词以及短语，它们还可以理解其中一些单词的含义，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与人类正常交谈。不仅如此，除了会模仿人类的语言之外，它还可以模仿其他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声音。 Would you like to introduce yourself? Can you do a red wolf? Can you do a cat? How about a dog? Can you bark? 据美国的一位科学家研究表明，灰鹦鹉具有学习单词、区分物体、颜色、材料和形状的能力。它们在某些任务中的认知水平几乎相当于4到6岁的人类儿童。除了惊人的认知能力之外，灰鹦鹉还能够执行各种任务。它可以根据颜色的形状去对物体进行分类，也可以将不同的物体与相应的图片进行匹配，非常聪明。尤其出色的说话能力，使得灰鹦鹉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被人们当作宠物饲养，这就会导致很多人为了利益而去捕捉野生的灰鹦鹉。然而在这期间，就会导致大量的灰鹦鹉死亡。据估计，每年约有21%的野生灰鹦鹉被人类捕捉，而这些被人类捕捉到的灰鹦鹉死亡率高达60%。因此，到了2016年，灰鹦鹉也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比较罕见。第6个，乌鸦。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乌鸦都被当作成是一种不祥的鸟类，人类貌似对这个物种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的确，在野外没事千万不要招惹一只乌鸦，因为一旦让它们看清楚你的面孔并且记住，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众所周知，乌鸦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它们是唯一的一种会制造和使用新工具的非灵长类动物。据科学家研究发现，乌鸦在捕获猎物时会利用树枝当诱饵，将猎物从洞里引出来。当猎物不上钩时，乌鸦就会利用嘴巴将树枝的一端弄弯曲，使其变成一个弯钩，然后再利用自己制作的弯钩去将猎物勾出来，非常聪明。另外，我们耳熟能详的乌鸦喝水的故事，其实并非只是一个寓言故事，因为乌鸦的确具备这项能力。科学家为了证实乌鸦是否真的如此聪明，他们将一块食物放到一个深管中，然后旁边给乌鸦留下了一些大小密度不同的石块。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乌鸦可以很精准地判断出哪块石头能放到容器内，哪块石头会被卡住。它可以轻易地将密度高的石块放到水中，使水位升高，从而得到食物。要知道，这种思维即便是3岁的人类儿童可能都不具备。另外，他们还能意识到信号灯的作用。在日本的一个十字路口，人们观察到经常会有乌鸦在等待红绿灯。起初人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后来深入观察后发现，当信号灯变红时，乌鸦就会将自己的胡桃等一些坚果放到汽车的轮胎下，等信号灯变成绿色，车子就会把胡桃碾碎，而此时乌鸦就会迅速飞到地面上将其吃掉，非常聪明。再有就是乌鸦的人脸识别能力也很强，如果你一个不小心激怒了一只乌鸦，那么它很有可能会记住你的面孔，并且这只乌鸦还会将你的面孔传达给其他的乌鸦，之后它们就会将你列入到攻击名单，时不时的就会在你的头顶或者门口盘旋，目的就是为了报仇。它们是一种很记仇的动物，所以在野外没事千万不要招惹乌鸦。第5个，章鱼。章鱼的智商已经达到了让人类恐惧的地步，你知道吗？如果单从生理结构上去看，章鱼几乎与怪物无异。科学家曾一度认为章鱼不是地球上的生物，无论是它诡异的外形还是逆天的智商，章鱼都与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动物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它通常被认为是地球上最聪明的无脊椎动物之一。这个家伙长有3个心脏以及2个记忆系统，一个是大脑记忆系统，另一个记忆系统则直接与吸盘相连。另外，它还长有9个大脑，每只触手上都有单独的大脑。它的大脑中有多达5亿个神经元，身上还长有非常敏感的触觉感受器。这些独特的神经构造使得章鱼有着超强的思维能力，它可以自行解决很多对于其他动物来说非常困难的事情，比如利用触手拧开瓶盖，或者从水箱中逃脱。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利用自身独特的特征改变自己的颜色，用来伪装成各种各样的动植物。
更过分的是，章鱼的触手即便是断掉，还可以实现再生。科学家经过研究后发现，章鱼从出生起就是独居，并且章鱼妈妈从不会教自己的孩子基本的生存技能。小章鱼只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自行学会应有的技能。一些专家认为，章鱼的智商可能高达80，与人类幼儿的智商差不多，但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它们的实际智商可能远在我们的意料之外。第4个，猪。你可能很难相信，猪的平均智商可以达到70到85，这相当于3到5岁的人类儿童。实际上，它可能要比绝大多数的狗还要聪明。在一项研究中表明，猪不但能够迅速了解镜子的工作原理，它还能够通过镜子的反射功能去观察周围的环境。除此之外，马戏团里的所有把戏，猪几乎都可以做到，像一些跳圈、旋转，对猪来说几乎没有难度。猪的学习能力很强，并且记忆力也非常优秀。它们一旦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通常都很难忘记。它们的记忆力极好，猪可以记住几个月之前，甚至几年前发生的事情。生物学家通过对猪的基因研究发现，在很多地方，猪的基因组与人类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猪的心脏就和人类的心脏差不多，牙齿也和人类的牙齿类似。猪没事也喜欢找个地方躺着，如果有条件，它可能也会像人类那样喜欢上抽烟、喝酒、看电视。有些猪经过训练之后，还能够学会跳舞、打鼓，甚至画画。它们也能够像小狗那样直立推小车。有些比较机灵的猪还可以被当作警猪和缉毒猪使用，并且人们发现猪的受训时间通常都要比狗还要短一些，也就是说猪的理解能力是要比狗强的。再有就是猪除了聪明之外，它还可以像狗一样担任护卫的工作。在美国就有人利用猪来代替狗去保护自己的庄园。不仅如此，猪还可以防蛇。科学家已经用实验证明，猪确实具备防蛇的本领。主要原因就是猪的脂肪较厚，蛇一口咬上去，它的毒液通常会被猪的厚脂肪挡住，从而无法进入血管，也就不能对猪产生致命的伤害。反之，猪不但不怕蛇，它们还特别喜欢吃蛇。所以猪不但不是那种又笨又懒的动物，它们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物种。第3个，大象。大象是陆地上现存体型最大的动物，它们拥有陆地动物中最大的大脑。大象的大脑神经元数量是人类的3倍，它们具有广泛的认知能力，并且能够进行复杂的思考和情感，特别是记忆力。大象可以记住水源以及食物的位置很长时间，即便是很多年没有回到过这些地方，大象仍然可以记得。它们对周围的环境有着广泛的持久记忆。另外，大象与人类一样，也是一种情感动物，它们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情绪，比如快乐、悲伤、愤怒以及悲痛。据人们观察发现，大象是一种高度的利他动物，它们特别喜欢帮助一些处于困境中的人或动物。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许多大象已经被人类驯养，在这里，大象可以帮助人类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另外，人们还观察到，大象似乎与人类一样，会对死去的同类布置一种仪式。当一些年老的大象死后，其他的大象则会停留在它的尸体周围长达几天时间。在这期间，一些小象有时候还会表现出哭泣的行为，其他大象也会用鼻子轻轻地抚摸逝者的身体，貌似是在跟他做最后的告别。之后，象群就会利用树叶和泥土将逝者的身体掩埋起来，最后才会逐渐的离去。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大象是一种具备情感与自我意识的高智商动物。除此之外，大象还能够解决很多复杂的问题，比如打开锁着的门，或者利用树枝和岩石等工具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据估计，大象的智力几乎相当于人类4到5岁的孩子，非常聪明。第2个，宽吻海豚。宽吻海豚也叫平鼻海豚，它是海豚科中最常见的一种，也是最聪明的一种。这种海豚广泛分布于温带和亚热带的海洋中，它的体长可达 2.9 米，体重最重可达700斤。它们的大脑大小与人类差不多。海豚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它拥有自我意识，可以从镜子中认出自己。要知道，这种镜像测试是大多数动物都不能通过的，就连猫和狗这种我们认为最通人性的动物都无法通过镜像测试，然而海豚却可以，并且海豚还是为数不多的一种会使用工具的海洋生物。人们观察到，在澳大利亚，宽吻海豚会将海绵裹在自己的嘴巴前端，用来保护自己的鼻子不撞到一些坚硬的物体，并且它们还会将这项能力传授给其他的海豚。另外，宽吻海豚的学习能力也很强，它们要比大多数的猴子都要聪明得多。比如猴子需要练习几百次才能学会的技巧，而海豚只需要练习1-20次就能够熟练掌握。它们具有非常强的理解能力与学习能力。另外，海豚的身上还天生带有声纳系统，它可以通过声纳去定位物体。据研究发现，海豚的声纳系统可能非常强大，它不但可以探测到远处的鲨鱼威胁，还可以根据反弹回来的回声分析出目标的形状、大小、速度、距离以及位置，这在捕猎或者保护自己时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再有就是海豚救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出于本能，因为这个家伙本身就喜欢推动海面上一些漂浮的一些物体，看见东西它就想推2下，因此当海豚看到落到水里的人类时，就会本能的将其拖出水面。其实它们并不是只对人类这么好，对待其他动物也一样，有时候它们也会推着自己的同类游动，有时候也会顶着乌龟玩，如果实在找不到能顶的东西，它们也会推一些碎木头等等一些漂浮物。不过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海豚确实具备救人的能力，毫无疑问它们的智商是非常的高。第1个，黑猩猩。
毫无疑问，黑猩猩是地球上除了人类之外最聪明的动物，它与我们一样都属于人科动物。黑猩猩不仅可以像人类那样使用工具，它的行为和社会行为都与人类非常接近。它们会改造棍子、石头、草和树叶，并且会利用这些东西去狩猎和获取食物。人们还发现它们还会制造锋利的棍子去刺杀小型哺乳动物。它们的种种迹象与第一批智人非常接近。经过研究后，人们发现黑猩猩的基因组与人类的基因组相似度高达 98.5%， 两者之间的基因最多相差 1.5%。理论上来说，一个带有 Rh 阳性血型的黑猩猩的血液是可以输送给拥有同样血型的人类身上的，但由于黑猩猩的血液内可能含有许多病毒，所以人们并不敢轻易的尝试。人类与黑猩猩两者之间仅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基因差，就决定了谁在笼子外面，谁在笼子里面。据科学家研究发现，一些个别的黑猩猩的智商最多可以达到85，这几乎接近正常人类的智力，并且他们对空间关系的记忆力要比我们人类好得多。他们可以解决很多复杂的问题，也可以使用一些复杂的手势去进行交流，非常聪明。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北极熊究竟有多可怕？独角鲸的杀伤力到底有多恐怖？你见过全身雪白的北极狼吗？你知道真正的北极之王究竟是谁吗？北极位于地球的最北端，这里环境恶劣，气候寒冷，冬季的最低气温可低至-68度。这里与南极一样，拥有极昼和极夜现象。距离北极点越近的地方，这种现象也就越明显。每年一到了11月23日之后，这里将会有接近半年的时间是完全看不到太阳的，并且温度还会降低到-50度。此时的北极除了漆黑，还有寒冷刺骨的暴风雪在四处扫荡。但即便是环境这么恶劣的地方，仍有很多动物生活在这里。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生活在北极地区的10种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极地物种。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10个，北极狼。北极狼也叫白狼或者极地狼，这种狼原产于加拿大的高北极苔原地区，它属于一种体型中等的狼。北极狼的肩高可达80厘米，体长最长可达 1.8 米以上，体重可达100斤以上。虽然被称为白狼，但它们的皮毛颜色不只仅有白色，除了白色，偶尔还会有红色、灰色以及黑色的少数个体。北极狼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这种地方除了寒冷，其实更可怕的就是荒凉。在靠近北极点的地区，一年中有长达5个多月的时间是完全没有太阳的，此时的温度会降低到-50多度，在这期间食物资源会极度短缺，而北极狼为了生存，则必须在漆黑寒冷的环境下捕杀猎物。在野外，它们主要靠捕食射牛和驯鹿为生，有时候找不到食物，它们也会攻击人类以及其他动物。据观察发现，北极狼并不惧怕人类，它们可能要比其他的狼更加危险。主要原因就是在它们的活动区域内，食物资源匮乏，所以在野外遇到的一切活物，它们都会尽可能的让对方成为自己的食物。它们与大多数的狼一样，也是群居生活，一群通常由5到10只组成。狼群里同样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在捕杀猎物的时候，它们也会采取最有效的攻击阵型，战斗力非常强悍。而第9个，北极狐，它可能是世界上颜值最高的一种狐狸，漂亮的外观被人们誉为雪地精灵。北极狐也叫白狐，它分布于整个北极地区。这个物种的耐寒能力极强，只要气温没有低至-70度，它们就不会发抖。这个家伙通常看上去都胖乎乎的，这其实就是它们在秋天为自身积累的脂肪储备。气候温暖的时候多吃一些，才能够度过食物匮乏且漫长的冬季，并且厚厚的脂肪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自身提供更好的保暖效果。北极狐的体型不大，它的体长可达60厘米，体重也就在10几斤左右。体型虽然不大，但是这个小家伙却具备很强的迁徙能力。每年一到了冬季，北极狐就会离开自己的巢穴，迁徙到600公里以外的地方生活。到了第2年，气候逐渐变暖的时候，它们仍可以再次返回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在野外，北极狐主要靠捕杀一些驴鼠、鱼类以及鸟蛋为食。有时候找不到食物，它们就会紧紧地跟在北极熊的身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吃北极熊剩下的食物。当然，这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如果北极熊实在找不到食物，也会回头将北极狐吃掉。好，第8个，厚嘴海鸭。这是一种远看上去与企鹅很像的一种海鸟，由于它与企鹅一样都拥有一个白色的肚子，并且这种厚嘴海鸭也能够像企鹅那样下潜到海水中游泳，外观看上去与企鹅也有些接近，所以这种鸟被誉为北极的企鹅。当然我们都知道北极是没有企鹅的，这个家伙其实属于海雀科的一种鸟类。厚嘴海鸭的体长可达40多厘米，它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主要靠捕食海里的一些鱼类为生。这种鸟的翅膀较短，因此拍动起来的速度很快，
这种短小的翅膀可以帮助它们在水中实现快速游泳。它们的潜水能力很强，后嘴海鸭一头扎进水下，最深可以下潜到水下150米的深度寻找食物，一次潜水的时间最长可达4分钟。由于长期居住在海边，因此这种后嘴海鸭从出生起就需要练习这项潜水技能。后嘴海鸭的巢穴通常都住在面临大海的悬崖峭壁上，因此它们也会将自己的鸟蛋产在这种地方。刚出生的后嘴海鸭不等羽毛丰满的时候，就需要冒着生命危险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往大海里跳，目的就是为了练就潜水的技能，同样也是生存的技能。第7个，独角鲸。你敢相信吗？这个物种前端的那根长角，曾经的价格是同等重量黄金的10倍。在16世纪最贵的时候，一根独角鲸的角就可以买下一座城堡。这个物种其实是一种生活在北冰洋海域的一种齿鲸，它前端那根长达2米多的长角，实际上是它的一颗牙齿。这颗牙齿从它的上颌处穿过嘴唇，形成螺旋状。由于长得类似于角一样，所以被称为独角鲸。它的这颗长牙除了可以用来打斗，更重要的就是为了彰显它们自身在同类中的地位。牙齿越长，地位也就越高。独角鲸也叫一角鲸，它们的体型与白鲸差不多，抛开长牙之后的体长最长可达 5.5 米，体重最重可达 1.6 吨。这个物种通常也是群体活动，在海中它们主要靠捕食比目鱼、北极鳕鱼以及其他的一些鱼类为食。在野外，它们的平均寿命为50岁。其实它们的寿命可以更长，但是由于它们需要呼吸空气，因此每年一到了深秋之后，北极水域表面开始结冰之前，它们如果没有找到开阔的水域，就会被厚厚的冰层阻挡在海水下。如果冰层太厚，它们没有能力将冰层破开，就会活活被憋死在水中。好，第6个，白鲸。毫无疑问，白鲸绝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之一，同样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我们很多人与白鲸的第一次碰面，多数都是在海洋馆，但实际上北极才是它们真正的家园。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白鲸都生活在欧洲和加拿大以北的北极和亚北极海域中。与海洋馆里的不同，在这里它们是群居动物，通常会有多达上百头白鲸在一起活动。在野外，它们主要靠捕食一些小型鱼类为食。由于白鲸的牙齿既不大也不锋利，因此它在进食的时候只能依靠吸力将食物吸进嘴中，然后整个吞下。如果吃一些较大的鱼类，就有可能被卡在喉咙里。对了，再有就是白鲸具有很强的声音模仿能力，这个家伙能够向外发出多达几百种不同的声音，比如猛兽的叫声、牛叫声、猪叫声、鸟叫声，甚至人叫声，它都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也正是因此，白鲸也被人们称之为海洋中的金丝雀。第5个，公头鲸。它是人类已知世界上嘴巴最大的动物。公头鲸的嘴巴占身体长度的1/3，它的嘴巴长度可达5米，高4米，宽2.5米，但是它的舌头就重达将近1吨，这使得它比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动物蓝鲸的嘴巴还要大。不仅如此，公头鲸还有可能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哺乳动物。据估计，它们的寿命最长可达200多年。这个物种是一生都生活在北极和亚北极这种寒冷水域的一种鲸鱼。它们的体长可达21米，体重可达100吨以上，但是它们的脂肪就厚达半米，这几乎是所有动物中最厚的脂肪了。超厚的脂肪可以帮助公头鲸适应极地水域的寒冷。这个大家伙拥有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头骨，这种头骨构造可以帮助公头鲸能够轻易的破开北极的冰层，浮到海面上呼吸。公头鲸与其他的大型鲸类一样，也是一种大型滤食性动物。在北极，它们主要靠捕食磷虾和一些浮游生物为食。一头成年的公头鲸在1天之内就需要吃掉大约 1.8 吨左右的食物。第4个，海象。对比北极地区的其他动物，海象这个物种貌似并没有太突出，但实际上你知道吗？海象是北极浮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之一。顾名思义，它之所以被称为海象，意思就是海中的大象。一头成年海象的体长最长可达 4.5 米，体重最重可达3吨。它嘴里那2根獠牙的长度最长接近1米，主要作用就是用来打斗以及彰显自身的地位。海象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趴在浮冰上睡觉和休息，只有到了饥饿的时候才会下潜到海里觅食。在水中，它们主要以一些底栖动物为食，尤其是蛤蜊。它们经常会下潜到一些较浅的海底搜寻蛤蜊。在觅食期间，海象可以利用嘴巴向海底喷射水流，目的就是为了清理附着在蛤蜊身上的泥土，然后用嘴唇将蛤蜊夹起来，轻轻一吸就能够吸出蛤蜊的肉。吃蛤蜊的技术那家伙是相当厉害。在北极地区，由于其体型庞大，并且拥有长达1米的獠牙，因此很少有动物可以威胁到海象。虽然北极熊有能力捕杀海象，但大多数都是捕杀的海象幼崽。北极熊一般情况下并不会选择成年的海象下手。北极熊如果在与海象的打斗过程中不慎落水，那么海象就有可能利用獠牙将北极熊杀死。真正能威胁到海象的只有虎鲸。好，第3个，麝牛。麝牛也叫麝香牛，它是生活在地球最北部的一种有蹄类动物。这种牛每当到了发情期，身上就会向外散发出强烈的麝香味，因此它才被称为麝香牛。
麝牛原产于荒凉的北极地区，它们通常都活动在北极的苔原地区，在这种地方，只有在夏季的时候地面才会有植物，一旦到了冬季，这里就会变成极度荒凉且寒冷的不毛之地。生活在这种地方的绝大多数动物都会在冬季来临之前远走他乡，寻找温度适宜的地方过冬，但是这种麝牛则会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冬季的苔原地区长时间被冰雪所覆盖，麝牛为了填饱肚子，只能利用自己的蹄子刨开积雪，然后去吃一些干草和一些苔藓类果腹。它们之所以不用通过大批量的迁徙去躲避北极的冬季，主要就是出自它们自身极强的御寒能力。麝牛身上的皮毛非常厚，并且具有很好的保暖效果，它可以抵御北极零下50度的气温，即便是夹杂着暴风雪，它们也感觉不到任何的寒冷，非常抗冻。但有一点就是特别怕热。在野外，它的天敌主要就是北极狼以及北极熊，特别是北极狼。据研究发现，麝牛死亡率的一半都是受北极狼的影响。第二个，旅鼠，它是人类已知世界上繁殖能力最强的动物。旅鼠的外形非常可爱，它们体型不大，体长最长也就在18厘米左右。这个小家伙常年居住在北极地区，通常都活动在北极的苔原地区。这个物种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进行繁殖，并且繁殖能力极强。你可能很难相信，一只雌性旅鼠在1年之内就能向下繁衍上万只后代，它们1年能生7到8胎，一次就可以生下12只幼崽，并且这些幼崽仅需20多天就可以达到性成熟，而且它们仍可以继续生育。如果一直推算下去，不到第4代，它们就可以繁衍到上万只。虽然繁殖能力极强，但是旅鼠的寿命却很短，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旅鼠的寿命都活不过1年，主要就是气候以及天敌原因。在北极地区，旅鼠是很多食肉动物的猎物，有时候即便是草食性动物驯鹿，也会时不时的用脚踩死一只旅鼠，然后吃掉。所以这个物种在一定意义上为北极的其他动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好，第一个，北极熊。毫无疑问，北极熊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北极之王，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一头成年的雄性北极熊的头体长度最长可达 2.5 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600斤，双腿站立起来的高度最高可达3米以上。它是一种超级肉食性动物，北极熊 98.5% 的食物都是由肉类组成。在北极地区，它们几乎可以捕杀一切陆地上的动物，即便是体型比自己还大的海象，北极熊也有能力将其干掉。除此之外，它还可以下潜到海水中捕杀猎豹，甚至白鲸，战斗力相当强悍。在北极，它是这里的顶级捕食者，除了人类和北极熊的同类，它们没有任何天敌。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世界上最大的老鹰究竟有多大？你见过一展长达3米的猛禽吗？你知道座山雕究竟有多可怕吗？我们都知道，鹰是一种凶猛的肉食性动物，在全世界范围内生活了有多达上百种不同品种的鹰科动物，但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都具备非常凶猛的性情。一些体型较大的，甚至都能够捕杀人类的小孩。如果你在野外遇到这类猛禽，请一定要远离它，因为它们有足够的能力抓瞎我们的双眼，甚至撕破我们的皮肉。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体型最大的10种猛禽，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下这些空中霸主。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好，第10个，蝎尾雕，它是澳洲大陆上体型最大的猛禽。蝎尾雕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体重可达10斤以上，一展最长可达 2.3 米。这种大型猛禽分布在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它的狩猎能力很强，特别是抓兔子。据观察发现，蝎尾雕的大部分食物来源都是以兔子为主，毕竟在澳大利亚最不缺的就是野兔子。除了野兔，它还会捕杀一些蛙类、蜥蜴、鱼类等等一些小型动物。如果遇到食物匮乏的时候，它们也会像秃鹫那样去寻找动物尸体充饥。蝎尾雕的食量很大，一顿饭它就可以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1半的食物。与大多数的鸟类一样，它也是一夫一妻制，只不过关系不太稳定。如果一只死了，另一只则会毫不犹豫的再去另寻新欢。它们的性情也非常凶猛，从雏鸟开始就可以显露出来。当食物短缺的时候，体型较大的幼鸟则会将另一只较小的幼鸟杀死并吃掉，非常残忍。好，第9个，虎头海雕。这是一种生活在亚洲东北部沿海地区的一种大型猛禽，它是海湾上空体型最大的猛禽。这个家伙的体长最长可达1米，一展可达 2.4 米，平均体重都在10斤以上，最重接近20斤。从视频上看上去它们似乎并没有多大，但当你走近后就会发现，这个家伙实际上与一个3岁小孩差不多大。它们通常都活动在一些海岸和河谷地带，在我们国家的山西、河北、东北地区，有时候也能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过极为罕见。
在野外，虎头海雕主要靠捕食鱼类为食，有时候也会捕杀陆地上的一些中小型哺乳动物，像一些野兔、鼠类、狐狸等等，都有可能成为虎头海雕的猎物。像绝大多数的猛禽一样，在捕猎时，它会从空中俯冲向猎物，然后利用它那犹如刀子一样锋利的爪子，将猎物狠狠地抓住，直到将猎物抓死，它们才会降落到干燥的地方，将猎物吃掉。千万不要小看它这个爪子，用力那么一抓，它就可以轻易地刺穿我们的手臂，非常强悍。第8个，白头鹰。白头鹰其实就是美国的国鸟白头海雕，这种猛禽的辨识度很高，它的头部与尾部的羽毛都是白色的，身体的其他部位多数都为暗褐色，看上去非常漂亮。成年的白头海雕的体长最长可达 1.1 米，翼展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2斤。这种鸟主要都生活在北美地区，作为海雕，它们的大多数时间也都活动在一些海岸、河流以及一些湖泊、沼泽附近。白头鹰的主要食物来源多数也都是以鱼类为主。这个家伙的爪子底部非常粗糙，这可以帮助它更牢固地将一些鱼类以及蛇类这种身体滑腻的猎物抓到手。通常它一爪子下去，就可以对一些小型猎物产生致命的伤害。你知道吗？白头鹰的抓力是人类的10倍，力量足以刺穿一些哺乳动物的皮肉。除了锋利的爪子，它的鸟喙杀伤性也极强。和所有的鸟类一样，它们没有牙齿，但白头鹰那鹰钩状的鸟喙足以将猎物撕成碎块，非常凶猛。第7个，菲律宾鹰。这是一种主要以灵长类动物为食的一种大型猛禽，由于它特别喜欢捕杀猴子，因此菲律宾鹰也被称之为食猿雕。如果单从长度与翅膀的表面积去衡量，那么这种猛禽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鹰。菲律宾鹰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翼展可达 2.5 米，体重可达16斤以上，寿命更是长达30年。这种大型猛禽主要都生活在菲律宾的热带雨林中，是当地的特有物种，数量非常稀缺。据估计，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鸟的数量已经不足500只，并且大多数仅分布于菲律宾的热带雨林中。在当地，它是菲律宾的国鸟，属于1级保护动物。这种猛禽在野外主要以各种树栖类动物为食，像一些蝙蝠、蛇类、蜥蜴以及猕猴等等一些喜欢爬树的动物，都在菲律宾鹰的食谱之内。在这里，它是顶级掠食者，除了人类，它们没有天敌。另外，这种鸟还具备很强的领域性，一旦有其他动物进入到它的领地内，大多数都会成为它的捕杀对象。菲律宾鹰在捕杀猎物时，通常都会先利用它锋利的喙逐瞎猎物的眼睛，然后再利用抓力极强的爪子将猎物撕成碎块吃掉。特别是在捕杀猴子的时候，它会表现得十分凶残。好，第6个，哈比鹰。你见过爪子比熊的爪子还要长的猛禽吗？你知道哈比鹰究竟有多可怕吗？哈比鹰也叫美洲角雕，这是一种分布于中美洲以及南美洲热带雨林里的一种大型猛禽。它的爪子是世界上所有猛禽中最大的。哈比鹰的爪子长度可达13厘米，这要比大多数熊的爪子还要长。它的大爪子可以向外施加高达400多斤的压力。要知道，我们人类的咬合力也仅为100多斤，对比之下，足以彰显出哈比鹰的杀伤力有多强。另外，它的下腿与小孩子的手腕一样粗，粗壮的腿部外加上锋利的爪子，足以对人类造成严重的伤害。再有就是它的体型，哈比鹰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翼展可达 2.2 米以上，体重最重接近20斤。在捕猎时，它可将相当于自身体重1半的猎物抓到空中。当它以每小时32公里的速度俯冲到我们的身上时，哈比鹰所产生的能量约为2000多焦耳，几乎相当于被一把沙漠之鹰手枪打到了身上一样，威力很大。在美洲，成年的哈比鹰位于食物链的最顶端。第5个，狐鹫。狐鹫也叫狐秃鹫，这种猛禽的嘴巴下面长了一小撮黑色的毛发，看上去就像长了一小撮胡子一样，因此它也被称为大胡子雕。这种鸟的分布范围很广，在亚洲、欧洲和非洲都有它们的踪迹，在我们国家的西藏地区也较为常见。狐鹫的体型很大，它的体长最长可达 1.4 米，翼展最长可达 2.8 米，寿命最长可达45年。在野外，它们主要靠搜寻其他动物的尸骸为食，有时候也会捕杀一些小型动物。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会盘旋在空中，利用它们那视力极佳的鹰眼，在扫描着地面的大型动物尸体。它的飞行能力很强，为了寻找食物，狐鹫可以在高达7000多米的高空连续翱翔9到10个小时，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大型的动物尸体。另外，它还是一种特别喜欢吃骨头的猛禽。狐鹫的食管构造非常特别，它可以吞下大块的骨头，并且可以很快的将其消化掉。如果一些较大的动物骨头吞不下去，它们就会将其叼起来，然后飞到高空，寻找坚硬的地面丢下去，将骨头砸碎，然后再一块块的吃掉，非常聪明。而第4个，肉锤秃鹫。这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地区数量最多的一种大型陆鹫，
肉锤突厥的体长可达 1.15 米，翼展可达 2.9 米，体重最重可达25斤以上。这种大鸟通常喜欢生活在一些干燥的大草原上，它们是一种食腐鸟类，主要食物来源都是其他动物的尸体。它们是非洲秃鹰中最强大和最具攻击性的一种秃鹫。在非洲地区，其实生活了很多种不同种类的秃鹰，它们大多数都是以腐肉为食，但大多数的秃鹫都很害怕这种肉锤秃鹫，主要原因就是出自它杀伤力极强的鸟喙。它的嘴巴可以很轻易的就撕裂一些大型动物的皮肤和肌腱组织，并且可以将这些较难消化的组织吃掉，这一点是绝大多数猛禽都做不到的。在这里，这种肉锤秃鹫的行为非常霸道且贪婪，它们经常会通过武力去抢夺其他猛禽所找到的食物。另外，这种肉锤秃鹫的攻击武器并不是它们的爪子，而是它那坚硬的鸟喙。第三个，加州秃鹰。它是北美地区体型最大的飞鸟，加州秃鹰的全称为加利福尼亚秃鹰，它的翼展可达3米以上，体重可达20斤以上。这种大型鸟类曾经与猛犸象生活在同一时期，在那时期它们的数量还有很多，但是到了更新世晚期时，由于气候变化，外加上人类这种智慧生物进入到了美洲，给很多本土动物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像一些猛犸象与剑齿虎都逐渐的灭绝了。但是这种加州秃鹰凭借着自身广泛的食谱，艰难的存活到了今天，不过数量也极度濒危。其实早在1985年，它们的数量就降低到了个位数。为了不让这个物种灭绝，人们便对其进行圈养繁殖。截止到2022年，它们的种群总数达到了500多只，其中只有300多只生活在野外，数量非常稀缺。好，第二个，灰秃鹫。灰秃鹫其实就是秃鹫，它的另一个别名叫座山雕。这种大型猛禽分布于温带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它的体长可达 1.2 米，翼展最长可达3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28斤。它与肉锤秃鹫一样，在野外主要都以一些大型的动物尸体为食，有时候也会主动攻击一些小型兽类和一些鸟类。在我们国家的西藏地区，它们也会吃人类，不过不用害怕，它们通常吃的只是人类的尸体，一般并不会主动攻击活人。相信很多领导对西藏的天葬习俗都有所了解。没错，天葬期间将尸体吃掉的鸟，其中就有这种秃鹫。听起来可能有些残忍，但实际上你知道吗？秃鹫的另一个称号叫草原上的清洁工。由于这种猛禽的绝大多数食物来源都是尸体，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它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知道，一些动物死亡后，它的尸体如果一直暴露在地面上任其腐烂，时间久了，很容易就会向空气中散发很多病原体。这些病原体如果传播到其他动物的身上，就会引起各种疾病。而秃鹫这种食腐动物，如果将这些即将腐烂的动物尸体吃掉，就会减少很多疾病的传播。因此，秃鹫实际上为地球的生态环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第一个，安第斯秃鹰，它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飞鸟，也是最大的猛禽。安第斯秃鹰也叫安第斯神鹫，它的最大翼展为 3.3 米，体长可达 1.3 米，最大体重为30斤。这种鸟的脖子上长有一圈白色的羽毛，看上去像是戴了一个白色的围巾一样。它们主要都分布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附近，通常都栖息在一些海拔3000到5000米的岩壁上。它们与大多数的秃鹰一样，主要也是靠吃腐肉为生，有时候也会去捕杀一些小型猎物。这个大家伙虽然体型看上去非常威猛，但它的战斗力并不怎么出色。安第斯秃鹰的爪子比较直，爪尖也不够锋利，通常不能够像其他的一些猛禽一样，通过爪子去攻击猎物。简单点说，就是它的这双爪子基本上不具备什么杀伤性，并不适合作为武器使用，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在地面上行走。在捕杀一些小型猎物的时候，它多数都是靠嘴巴上的弯曲的鸟喙反复的对猎物进行撕扯，所以别看这个家伙体型大，实际上它们的狩猎技能并不强。另外就是这个大家伙虽然经常吃一些腐肉，但它们的寿命却依然很长。安第斯秃鹰的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从幼鸟到成年，它们就需要7到10年的时间。在野外，成年后的安第斯秃鹰除了人类，几乎没有天敌。野生的安第斯秃鹰的寿命可达50年以上，圈养的更是高达70多年。它们与其他的秃鹫类猛禽一样，通过吃腐肉，阻断了疾病与细菌的滋生，为生态系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头点个赞，谢谢。